大家好，我们的富贵儿水世界终于要更新啊，就是这一期，而且它还要首映。我现在给大家来一个超长预警，这一期内容将会非常的长。这期内容是什么呢？是关于我们用 AI 创作音乐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呢？感谢大家对富贵儿创作的所有音乐的喜欢啊，虽然还没有多少个吧，5、6、7、8个，7、8、90个。好像差不多吧，差不多，连废的，连连这个连我们没用的，就是创作了10首左右吧。但是大家真的是对我们非常的仁慈，然后呢，就也表达了喜欢和鼓励。所以呢，咱们家富贵就飘了，想给大家录一个他创作音乐的心路历程，背后的故事啊，背后的故事，背后的故事。这话说的，就感觉自己是那种知名音乐制作人了啊！再次感谢 AI 的发展呢，让我们这些没有音乐背景的人可以通过音乐来抒发自己的感情。那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聊一下，用 AI 创作音乐，我们的整个一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就是它呢，其实我们这几首歌呢，都是要自己先写词，但是因为歌词的门道我们是完全不懂的，像比如说它每一句要多少字啊，或者它这个段落应该怎么分啊，什么主歌副歌这些我们其实都不是很懂，我们只是把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我们想表达一个意境或者一个什么故事写下来，然后再丢给 AI， 让 AI 来润色成一个歌词的版本。再然后呢，就是富贵的工作了，他要给音乐制作软件指令，这个东西我是做不了的，因为我对音乐没有感觉。这个我还是很佩服富贵的，因为他对音乐的感觉，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对，你要给他指令，因为你如果说你只把歌词丢给这个 AI 了，他就给你创作出来就是一个 AI 歌，就是你一听就能听，就是 AI 创作的，但是就很没有感情，也没有。但是你要给他就是你的想法、你的要求。然后你的这个想用什么乐器，你的速度想，比如说是快还是慢，你的整个风格，然后包括就是因为不太可能，就是你能够把你所有的想法跟他能够对接上，你跟他你说的东西，他可能不一定就能100%按你的，对，但他会给你一个，比如说，我发现我有一个技巧，就是我会告诉他一个对标歌手，就比如说我要谁谁谁这种类型的。大概其这个对标的这么一个风格的，你不能说100%做出来吧，但其实它还是能够达到你的一部分要求的。对。那我们这几首歌呢，有些歌呢，它其实是很快就完成了，就1天或者是修改个2、3次就可以。但有的歌的确我们是经过了争执，然后呢反复的修改，才出一个我们比较满意的版本。那另外呢，我们还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就关于这个版权问题。我有的时候我会写在上面说富贵水世界原创音乐，我们特意去查了，就是这个 AI 做的音乐，它算不算原创？请富贵给我们解答。它是这么来界定的，就是它算原创，但是原创的前提呢是你要给这个音乐软件网站你付过费，因为我是按年费付过了，你付过钱了。那这个版权就属于你的了，因为它只是一个工具，就是因为你的想法、你的歌词都是你的，指令也是你的，所以你是给它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利用它是一个工具，帮你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然后这个歌如果做出来以后，你可以到像美国就有那个就是国际版权的这个音乐版权注册，对，就可能$30还是$20，这一首歌就是你的了。你把它注册了，它就属于永久性，属于你了。但其实我是觉得 AI 能够干的一件什么事儿呢 ？AI 干的是一件，就以前我们可能做一支歌，比如说$1万，或者说$2万，就从你想我把这个我的想法告诉音乐制作人，然后他到最后给你交一个完成作品。这个过程可能需要这么多钱，我现在呢是完全可以，我用 AI 把这个歌先生成出来，因为毕竟 AI 生成出来的东西，它还是跟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它是一定是有差距的。对，那你是相当于自己把这个东西已经创意好了，你只要需要再找一个人当成工具，你现在是把机器。电脑当成工具了，那你再找一个音乐人当成工具，让他帮你把所有的配器再完成了，再把它比如真乐器演奏啊录制了，包括你比如说找一个真人演唱，但你这样的话，你花的就不是创意那个钱了，就其实也是省了很多沟通成本。有时候你给 AI 的东西，它创造出来的东西，你听怎么这么难听啊？然后你知道 AI 还特别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你
你总是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太难听太难听太难听，然后他会跟你说，那可能是你要求太高了。他现在会顶嘴了。他说你要求太高了，然后就是他没说你怎么不懂？你不懂音乐就不错。他说我们达不到，因为这个要求太高了。哦，其实就是因为还是你不像你跟人沟通，你是可以很清楚的表达的，但是你跟机器沟通还是有差距的，我觉得。而且我们创作这个歌呀，它其实是分2种形式、2种情况。一种是今天这个节目需要我来创作一首歌，来烘托这个情绪，或者是来表达这个感情。另外一种呢，是不是因为这个视频，不是因为当下这个视频，而是就是他想要去表达一下这个感情，来特意的去创作一首歌。那我们现在就和富贵聊一下这么多歌，从拉到夯，我们最喜欢哪个，最不喜欢哪个，以及他的创作背景和想法，你最喜欢哪一个呢？从个人情感上，我最喜欢歌是那个还没来得及说的话啊，就给你就是爸爸那个，写给我父亲那个，对，因为他是真实的你个人感受，因为我父亲前年去世了嘛，然后他就很快嘛，就从发病到这个去世就是不到1天的时间，就回去的时间都来不及，就只能回去，前年回去就是处理后事了，对，就没见到最后一面，对，就这个歌，我觉得是从我内心来讲，因为是你有亲身感受的，是，对，那首歌我听了也是泪流满面，因为就是我们共同经历过这个事儿嘛，就我知道富贵是非常难受的，所以他能通过音乐就是把他的就是对父亲的这个话，写出来表达出来，我觉得的确是很触动人心，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人都是有父母的嘛，就是亲人离世啊，或者是就是有这种重大的悲伤的都会经历，就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共鸣的这个。所以那个歌当时创作的时候，其实那个歌我是就是很认真的创作，而且真的是好像改来改去，是改了好多遍那个歌。然后就是最后就是在乐器上，那个歌最后我就是用钢琴跟大提琴。然后我觉得这个，因为我特别喜欢大提琴，我觉得大提琴能把你这种悲伤情感都能表达出来。对。然后包括影像呢，就是当时用的那个黑白色调，因为我是觉得人嘛，就当你的亲人失去的时候，你就可能那一刹那就感觉你的天空就变成黑白色了，世界都变黑白了。对，但是最后呢，我又把它渐变成彩色了，就是人你还要走出来嘛，还是要向前看，对，你还要就是好好的这个生活嘛，对。就我觉得那个支歌是我真的是从个人情感上，我觉得我最喜欢。然后当时其实那个歌我是给了 AI 的一个对标歌手，就是白安。谁？台湾的一个歌手叫白安。不是黄安吗？不是，白安，就是我是很欣赏他的东西的。小时候，你总站在门口，背影比天还要沉默。我不懂你为什么不说累，只记得你一身风霜回家。你把世界挡在我前面，自己却没退路。我长大后才明白，那不是坚强，那是没得选。你叫我做人要直，却没教我怎么想你。那些没说出口的关系，现在只剩下空气。我终于学会像你一样，什么都自己扛。可当我走到你的位置，才发现你当年多孤单。如果时间能慢一点，我想再叫你一声爸。不为哭，不为遗憾，只想好好说说话。你总是走在时间前面，什么都替我扛下。等我终于懂事了，却发现
些话已经来不及讲完。你不曾常拥抱，也不说我骄傲，可每一次我回头，你都站得比我高。后来世界把我磨得很硬，才懂你当年的真。原来不亏身的付出，是最深的爱，也是最痛的人。有些话还没来得及说，就被时间带走了。有些话还没来得及说，一开口就成沉默。你走得太安静，像什么都没留下，可我一生的影子全都是还没来得及说的话。有些话不是不想说，是一直以为还有时间。有些路不是没回头，是走到一半才发现已经太远。如果你还能听见，我想让你放心啊，你教我的那条路我没有走偏啊，只是那天我一直在路上，时间没有等我，慢一点啊。原来长大不是不流泪，是把来不及放在心里，继续活着。我是觉得，就是人你有亲身感受创作的歌曲，就一定会特别好。所以为什么你看，就我们现在很多歌曲都是好多年以前的这个好听，因为那些人当时创作歌曲的时候还特别苦逼呢，就是人都苦哈哈的，对你都是什么失恋的歌曲啊，然后都是特别苦哈哈的歌曲，等你火了。日子过好了就没有那些感受了，你就没有那个创作感受了。所以这个就是很多音乐人其实为什么以前他创作的歌曲都特别好听，就在这个道理。那第二你喜欢哪个呢？第二我觉得都差不多吧，就没有喜欢。但是我是觉得，就我讲讲咱们创作第一支歌吧，就是你刚学会用 AI 创作歌曲，是哪一个来着？就那个记得光的样子。哦，嗨，那个歌，其实那个歌，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原因要创作它，只是说想试试，学会了想试试。对。然后到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创作的所有的歌曲，我是觉得它可能偏小众一些，就是都像独白，都像讲故事，没有这个高潮的部分，没有这个不是那种特别激情的那种，对，没有这些东西，就是我是觉得这种歌你要慢慢的去听，你要慢慢的去体会，然后你有经历的人呢，你可能会某一个点就把你击中了。对，就它不是属于那种用主歌副歌那种高潮来抓人的歌，它是那种就是可能比如说某一句话，你得到了共鸣，你才能觉得哦还不错的那种歌。它就是这个歌其实是属于抽象表达，真的它属于抽象表达，它是用控制代替表达。就是因为你有些歌是就咵，这整个歌就把你所有东西要表达出来了，但是我这个东西它是一直在控制，收着就不让他说，但是你可能你要去听完了，你去觉得哎，如果你有经历，你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可能有共鸣，所以我觉得它是属于比较小众的，它不是消费型的歌曲，它是属于陪伴型的歌曲。呵，行。还有一个我就是喜欢告五人乐队，因为这个是我目前为止我能让我说得出来的，这两个是我觉得我喜欢的。那你哪首歌是
对标光就我那个记得光的模样嘛，就那种感觉。那时候世界还不复杂，一句相信就能走过很远吧。人群太吵，心却很暖，以为善良不会被为难。后来天空慢慢变灰，我们学会把眼泪往回推，有些话没能说完，就被时间改写成遗憾。如果有一天恋爱都需要勇敢，那是不是我们走慢了一段？如果爱真的变得很难，请你别忘了我们曾经那么勇敢。不是我不想再温柔，只是生活太早教会放手。如果世界真的太暗，至少让我记得光是什么样。只是怪时间，为什么刚好错过那一天？如果爱最后没有答案，那至少我们真实的喜欢过一段。就算世界不为我们鼓掌，至少这一刻我还记得光是什么样。记得你站在光里的模样，其实这个 AI 音乐挺好的，就是我现在不管是视频啊，还是我想有一个什么想法，就是你在库里，在就是我们那些音乐库里根本就不可能找到音乐。我现在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事儿，我就想让富贵儿给我做首歌，就这种感觉，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晚安台北呢，是因为我完全是当时，因为我不是做过一个那个短片嘛，就是晚安台北写那个酒吧老板的，所以我等于是其实是为那个片子做了一个尝试，为一个片子做一个主题歌。对，我们当时是想就那个 OG Song 那个男生，对我们想说，哎，就是台北的夜生活啊，这。但是 OG Song 好像已经关门了，是吗？好像已经没有了，没有了，对，绝版了，绝版了。然后，但是那首歌我是非常非常的不喜欢，我非常不喜欢那首歌。我那首歌我听着我难受，因为我这个人我是喜欢正能量的歌，你知道，我喜欢就是给人有力量的歌。今天是个好日子吗？
对，今天是个好日子，你这听起来你就是积极向上、阳光。我不喜欢那种，就他那首歌，而且还是个女生，然后当时我们是就刚开始创作，我就在想说，你这歌啥意思？你这歌就等着，就是说我下了班，我一天那么累，我出去喝杯酒，就没人跟我说话，没人那个，我就等着有人把我带回家，就这种感觉，你就让我感觉就是。I wanna get laid， 而且还是女生，特别没有正能量的一首歌。小众歌曲。对，但那个歌其实确实也没有什么记忆点，就是我有的歌其实你可能哼出来，是。但是那个歌你是我完全我就光记得女的丧不拉几的在那唱。下班了，灯还是亮着，街很长，脚步只有我一个。路口停着，没人问我要不要一起走吧台还亮着，就被排成一行。我坐在角落，靠着那面旧墙，一杯慢慢喝，也没人催。时间好像终于肯后退，白天的声音还在耳边，到现在终于安静一点。手机亮了又按下去，原来不是有人在找我。世界啊，你一直在走，在这里没有被带走，这一刻让我听一下，哪怕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逃，只是突然发现，在人群里面，还是只有我一边，就快见底，也却还长。我看着窗外城市继续亮，世界啊，如果你听得到，别再把我往前推了，就这一吻，让我一个人坐到夜里。晚安。晚安。
北还有一首歌就是那个哇嘎里贡，这首歌我很喜欢，因为首先呢是因为我们做了那个台北吃什么系列嘛，它等于是为了这个系列创作的一首歌。要创作的这个契机是什么呢？就是咱家富贵这不是一吃到好东西就开始飙台语，就哇嘎里贡嘛，所以就是以他的这个口头禅，就是来创作的这首歌。对，那个歌我也挺喜欢。那个歌我觉得还蛮好的。那个还用技巧呢，那个比如有3押、双押。就他，你知道前几首歌是就是纯属感情，就是表达。他这后边就开始慢慢的就查，就是说这个说唱啊是要有什么3押、单押、双押，这些咱们其实不是很懂，但是他呢会给 AI 指令，对吧？给他指令，然后你后来返回来听，哎，他给你做的3押、双押，确实是这么回事。对，还不错，那首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未来，就是再有台北吃什么系列，其实它就算是一个主题曲了，就在这个系列的一个主题曲了。我咖喱贡拉，你先听我讲。台北这座城不说话，但吃的会扛。早上挤进车厢脸发痒，研发忙手里都蒸滚烫。一口下肚，人现在问再继续吗？油椒断，胡椒烫，叶子硬，我不慌。我站在牌子上，一句一句往前撞。接着灯还亮，牛肉面在滚烫。白雾贴着玻璃，就着心脏先放一旁。面一拉，肉一盛来，有一滴心就定。我咖喱贡这一口，先把自己过得稳。1万块的桌我也做过，100块的碗我也端过。吃的不是排场，是你今晚要怎么把生活顶过。空桥东路走到发烫，乌鸦弄香，味道还在冒香。城市不给圣诞位置，到这里每单人空着回风。电视灯一盏一盏亮，烤肠饭鸡排香，油画炸开全世界走在巷子里乱撞烂剑，天梯般在线，云架在上天，拉花圈这一摊才算正式登场。专家热炒一两，贴过一响，随想一上，直接上，锅里说在响，桌子在晃，火一拉高，整条街都在听着声响。就一上跨边账，不是骂人，是把别的一直讲完。桌子很方，歌声很长，先把这一口吞下去，再继续扛。桌上没有路也拉长，霓虹晃就被碰，人往前走话不多样。今晚只想顺着逛，有人想安静的货，一碗热的就够，也有人把夜喝透，走到天亮再走。我咖喱贡，城市不说话，但热汤一直在灌我。咖喱贡吃等于配苦，所以还能继续掌握。咖喱贡来讲到这，你要不要坐下来？这一口，台北不问你是谁，只问你有没有站着走。这一口，我们来动啊动啊动动动动，我们来动啊。我们来动啊。Yeah， 我们来动啊。我们来动啊。还有什么歌？凉皮儿。凉皮儿这个歌呢，我们俩剪片子就是我剪完了，他来给我配乐，然后呢再生成。他那天就跟我说我给你做首歌吧。对，我觉得那个凉皮儿吧，因为你以前做饭，我喜欢给你配交响乐，什么钢琴啊，就是那种小提琴啊，什么这些东西。完了，我觉得凉皮儿这个东西，你说你配上交响乐，你配不上。对，你不搭呀，不是你配不上，是你配不上那个音乐。不是音乐配不上你，是你配不上音乐。是凉皮儿配不上，还是我配不上？凉皮儿配不上。后来我一想，哎，你这就是食物歧视。为什么我做姜母鸭就能配交响乐，做凉皮儿就配不了交响乐？那你的姜母鸭是属于大饭店吃的。凉皮儿属于小吃部吃的，好吧，好吧。所以咱凉皮儿给你做个说唱吧，说唱，但是我觉得凉皮儿做那个吧还挺有意思，就是我好多人听完了说他们都会哼，就是那个凉皮儿，它是一个很洗脑的一首歌，挺有意思的一个。我觉得就是还是挺不错的那首歌。今天不聊别的，就聊一碗凉皮。水在滚，面在洗，我在厨房想问题。世界太靠我太急，先把一碗冷静。到1楼搜一趴，来游下去没在怕，人生太烫，先放下，让我跟着碗说句话。凉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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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皮。凉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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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皮。
是我主舞台，围裙一穿直接开麦，没人懂也没关系，这一口献给自己，只是在吵，先别急，凉皮在外里等你。凉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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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皮。不需要认真，不需要深刻，这首歌就是10000年吃完这碗，我再说话，再来一口。凉皮。我还挺喜欢的一个就是鹿港。啊，鹿港过年那首歌，对，我说句实话也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听了至少得有800遍。我为啥喜欢那首歌嘛？我觉得它很感人，然后呢，就是结合了当时就是它的这个老街的街景，它是属于民谣。我平时我不喜欢听民谣，因为我觉得有些民谣就是瞎矫情。特别矫情，就是那种无中生有的那种情感，它来就是掰开了揉碎了，在那儿就是升华。但是我觉得《鹿港过年》这首歌，我觉得是，怎么说呢，就是很简单，只给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讲故事。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歌其实很多人能找到共鸣。对。对，尤其老街啊，像这种就是人走了几圈儿，然后呢，像那个风一吹，就人就是名字又被叫一遍，就我就觉得就是这些词儿都是很让人感动的。这都是你身边的事儿嘛，就是你身边的发生的事儿。所以那个歌我也挺喜欢的。对，那首歌是真的特别喜欢，而且那首歌其实我们是特意为了鹿港写的，因为咱家富贵终于可以自己写首歌，就不再唱那个鹿港小镇了。我们当时在那个这次去鹿港，其实就待了1天，然后我们是特意晚上去老街，就为了这首歌拍了一些老街的镜头的。对，其实就是为了晚上拍那个天后宫，然后没有人的老街，已经空了的老街。对，而且我觉得那个歌吧，就是过年的时候听特别有感觉。对，因为过年是家庭聚会、和睦、团团圆圆的一个时机嘛，挺好的。那歌我觉得那歌我特别喜欢。红墙在清晨醒来，海风吹冷州人台，除夕那天门没关，鞭炮从早到晚，红色塑料袋装载比红包还要重的期待，电视上一直没关，大人说话压得很慢，灯笼挂得有点坏，却一年一年没换，巷口那张小板凳坐过的人已经不在，我站在天后宫前数不清过了几年，将会落在手心，像时间一点一点。鹿港的小镇在过年，不问你走多远，一乐香酒把世界点回从前。鹿港的小镇在过年，人少了几圈，可风一吹，名字还是会被叫一遍。这条路我行过几遍，问了面你敢还记得？人光大喊会走远，如果心还记着。鹿港的小镇在过年，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哒哩。鹿港的小镇在过年，人满半年，有些空位也算团圆。鹿港的小镇在过年，我站在人群边，不是不热闹，只是时间走在前面。以前过年
是等时间慢下来。现在过年，是希望时间等等我们。然后接下来就是佛光山，佛光山其实是个尝试。佛光山那个歌做起来的时候，因为是心经说唱，对，因为我是觉得，你说做传统歌曲吧，第一我可能也不太会做，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比较无聊，对，比较无聊。但是这首歌呢，我们当时做完了以后，他给我听，当时我们俩就在讨论说，这首歌有可能会被骂。因为呢，就是尤其是佛光山，像佛光山就这么庄重严肃的地方，然后呢又是佛教，讲的是佛教的这个心经嘛，做这么大胆的尝试，会不会让人接受不了？然后会不会就是让人觉得你不伦不类？但是反响还是蛮好的，就还是感谢大家就对我们的鼓励，这反响还是不错的。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佛光山这个歌，如果你要从头到尾做个说唱，就完蛋了。对对，它是有男女嘛，女生那部分把它给拽住了，拔起来，然后男生那部分心经说唱，因为心经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特别快，而且频率是一样的，它就跟说唱其实差不太多的，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尝试，感觉还挺好的，但是就可能有的人不喜欢吧，就这个东西就因人而异嘛。有本事是家要你付，一念切万缘生，一念灭万境空。观自在菩萨，上上般若波罗蜜多时。观自在菩萨，行三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欲皆空，度一切复我者。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度不尽，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言。而彼色身亦无色，声相为诸法。无眼见女之无异世界，无无明也无无明尽。女之无老死也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也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一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我。作佛一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波罗波罗三揭谛菩提萨婆。空即是色，空即是色，这一念已解脱。再跟大家说说我们两个觉得做的最难的2首歌，一个是麻辣烫，一个是倩倩回来了。因为这2首歌是我参与了，是因为是带入了我的情感，所以他的创作风格我就非常的不满意。因为当时他都已经就这两首歌，因为是青岛的影片嘛，就是他已经从国内回美国了，所以我们两个是顶着时差讨论，顶着时差争辩争论这个风格和这个修改的这个意见的。
倩倩回来了那个我第一版其实是给你做的那个世界走累了，就那个版，那版后来用在你那个从青岛离开的时候用，我觉得还挺合适的。对。然后后来我给你做了3版，3版以后呢，我还跟你说，我说我最欣赏的是第一版，然后我给你按顺序排了一个0、1、2，然后你说我怎么觉得那个2你最喜欢？对，就是他喜欢的和我喜欢完全风格不一样。倩倩回来，他给我做的感觉我不喜欢，是因为我觉得太悲了。它是这样，就是我喜欢那个版本呢，一会儿把这个也可以放出来啊。就那个版本，待会儿给大家看看这个，听听这个倩倩回来了，就是我被我打枪的版本，但是他又觉得很好的版本。但是那个是因为什么？因为它的配器特别丰富，就是它乐器比较丰富，对，它配器层次比较多，对，它没有那么简单，其实它是复杂一些，但是它里边对，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回家倩倩回来这件事情，对于我爸我妈，对于我来说，就是简单的快乐。就是我就是要一个轻松快乐，就是我倩倩回来那首歌，就当时我配的是我妈给我做鲅鱼水饺嘛，我爸爸去买的鲅鱼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轻快，需要一个很轻松就是的一个旋律。昨天我说我想吃我妈包的鲅鱼水饺，我爸今天就去买的鲅鱼。小时候总嫌餐桌太简单，翻来覆去就那几样饭，一心只想快点长大，去看看外面的晚餐。你们总说慢一点也不晚，可我偏要往远方赶。电话那头轻轻一句，今天吃的还习惯，那是我没听懂的挂念。怎么还是那碗热汤面，一口就回到从前。外面的世界走得再远，也走不出这一层。可热闹散尽的深夜，忽然有一点想念。原来我一直在找的就是这一点人间。后来我学着妈妈的样子，把饺子一点一点叠圆，也学着爸爸处理海鲜，火候慢慢变得熟练。走过城市，也路过海边，尝过世界的百般鲜，名字越来越说不完，味道却慢慢变淡。回家的路变成期待，像小时候放学回来。倩倩回来啦，连空气都慢了下来。你们的笑还是那样，眼角闪着温柔的光。时间仿佛一眨眼走过，爱却慢慢熬得更香。如果时间有奢侈品，俺俩搞对象是吧？那爸爸背的我把个老头笑的，现在60来头了，他都背。回到从前。然后他给我弄的，就是我就觉得太悲了，我一会儿可以大家听着我都放一下，大家比如喜欢哪个版本，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可以说一下。但是我们两个到最后统一了意见，就是说，就是当下的那个视频其实是我的那一版更合适。但是呢，就是像我离开青岛的，就是最后一期那一版，就他的那一版，其实是比较适合就是当那个时候的场景的。对，那个是世界走累了，那个就是它是不一样的场景。那其实我们把它最后变成了2支歌了，两首歌，对，就是。心里
放在门口那一晚，我其实有点不想走。你在厨房喊我多穿一点，我只回了一句我知道。后来城市一站一站亮起，也常和朋友一起吃饭，话题转来转去都很热闹，我却有一秒没跟上。原来走得越远越安静的那种想念，不会有人看见。世界走累了，我想回家一下，不是现在，也不是明天啊，只是突然很普通的一刻，想起那种刚好的味道。世界走累了，我还在路上啊，人很多，可是没什么声音。走过几个城市才发现，有些味道带不走。还是会问我吃没吃饱，我还是说一切都还好。有些话讲出来太麻烦，就留在晚一点再说。今天吃的也还可以，就是差一点点。世界走累了，我想回家一下，不用多说，你也会知道吧。那些我没讲完的话，都在你做的饭里面。世界走累了，我还在路上啊，风有点大，但还走得动，走到后来才慢慢懂，为什么会想回差距最大的是麻辣烫。麻辣烫，麻辣烫是你已烫经回美国了。我最后我一会儿可以给你放一下，就是我最开始做的麻辣烫，那个歌名叫《我们做过那条街》。后来什么玩意儿？我们做过的那条街，我做啥呀？你这感觉就我他妈干嘛的？我做过的那条街。后来我就这个歌名，我那天我还想呢，我说什么叫做过的那条街？是不是有点像基隆铁道街啊？你就先不说这个名字，我就这么奇怪，让人难受。就他那个旋律，真的就是灯味十足，就是老灯，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他说的那个歌，就是感觉，妈，老子70岁了，回去吃是儿时候吃的那个麻辣烫。一会儿我给你。但是我现在才30岁呀，我30岁，我吃我高中的麻辣烫，这还是年轻的。我是想要表达，就是说我过了20年，这个麻辣烫的味道没有变，我对它的感情没有变，那我到底是变老了还是没有变老？我是不是还是依旧是很年轻的？这个时光看似改变了，其实什么都没有变化。后来其实我给了 AI 一个指令，我说我因为我觉得我也跟他表达不清楚了，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是60岁的人回忆青春，我说我要一个30岁的人回忆16岁的时候。我们都是出生于上世纪末的老艺术家。
小破店吗？小破店，小破店，老小了，老小了，老破了。老街招牌外的相聚旧玩笑，墙皮潦草是时光画下的记号，油烟扑面是放学盼着的味道。嘿，阿姨怎么和我一样都没变老？从前3块麻辣烫是青春解药，如今9块1碗，热气还在冒。熏肉大饼卷走了半生烦扰，嘿，炸串滋滋香，快乐在冒泡。嘿，20年风吹皱了街角，这碗热辣却凝固了年少。是好是坏不必去推敲，一口下去心被回忆过劳。嘿，穿过四方尝遍喧嚣，味蕾偏冲着市井的热闹。岁月有没有磨平我棱角？咬下一口还是那个味道。现在我们要腿着去下一家易青春的张正麻辣烫，年饺的那家，我们要去吃他们家的熏肉大饼。20年过去了，这个熏肉大饼怎么变成熏肉小饼了呢？还是我长大了？塑料板凳记着老友的嬉笑，嘴上说有手却停不了，指尖炸串香算着星光渺小，庆幸还有人陪我把回忆慢慢嚼。嘿，20年风吹皱了街角，这碗热辣却凝固了年少。是好是坏不必去推敲，一口下去心被回忆过劳。嘿，穿过四方尝遍喧嚣，味蕾偏冲着市井的热闹。岁月有没有磨平我棱角？咬下一口还是那个味道。小店破旧如昨日歌谣，滋味滚烫思念烧心跳。嘿，走过万里山水迢迢，苍蝇馆子里的我们依旧没老。有请大家咱们一起来听，欣赏我因们为做过的那条街。因为这歌也没有画面啊。没有画面，就是我，因为这个被我打枪了，就我连剪都不想剪。他本来还想说，就是因为我把所有的歌不都剪成视频，然后放到我的那个播放列表里了嘛，就大家可以想听的话可以循环听。但是这首歌就是我连剪我都不想剪。不是这个，后来我发现也没有适合他的画面。请。风有点凉，灯有点黄，我们又回到那条街上。你说这家还是老味道，老板好像也没变老。3个人坐在路边，点的其实也不多。麻辣烫还是那么咸，可我们吃得很慢。有人低头刷着手机，有人笑着不说话。
我们走过的那条街其实也没多特别，只是那时候的我们什么都敢去想一点。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却敢把未来随便说，一条街走到天快亮，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我们走过的那条街，后来却各自走远，再回头坐在这儿，却不知道该说什么。酸辣子还是那么冲，一口下去喉咙发热。你说你已经习惯了，我却还是皱了皱眉头。海风还是这样吹，吹的人有点清醒。只是这一次我们都没再聊梦想。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却觉得什么都可以有。一碗面一瓶酒就能把一整晚撑得很久。现在人来人往太快，连坐下来都变得讲究。如果还能回到那年，我可能什么都不会说。我们走过的那条街，灯还亮着，人却散了。这首歌听完是不是就觉得就是唱歌的这群人来吃这麻辣烫的这人，有的掏出降压药，有的滚着轮椅，然后有的嗑口痰，是不是这种感觉？不，我觉得这个歌可能有人听了，我觉得有人可能会喜欢。不过咱们喜欢的可以在底下留言。没人喜欢，我反正不喜欢。对，我非常，你说我和李漂亮，你说能用这种歌吗？这些歌的一个心路历程，背后的也不叫心路历程吧，就是背后有意思的事情吧，我觉得是。然后反正其实我觉得这么多歌放下来了，然后大家比如喜欢哪个，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就是大家从拉到夯也排个名，不让我们排个名，就觉得你们觉得哪个最好听，哪个最不好听？这肯定是这最不好听。再见吧，拜拜。